恒，你听着，苏青没死，我知道他在哪儿。情急之下，北燕三皇子破口道，一股秽物正好从头发流下，落进嘴里。荣恒一听这话，猛地顿足，回头看向北燕三皇子，眼底散发着猛兽的光芒。苏青没死，真的没死，他还在黑虎岭。没死，大佛寺的尸体是什么？是你的祖母吗？老子不和你废话，等死吧！他走的大步流星非常快，常青忙追了出去。然而就在荣恒跨门槛的一瞬，外面的弓弩手举着弓弩冲了进来，箭头瞄准屋里3个人，近在咫尺。只要发箭，他们一瞬间就会成为刺猬，无需质疑。荣恒，你要敢杀我，北燕势必集全国之力讨伐大夏。荣恒，你冷静点，杀死苏青的不是我，是南梁，是南梁的慕容雪。他不知道这个被刺激成疯子的九皇子会不会下一瞬就发了命令。荣恒冷冷注视着北燕三皇子，缓缓抬手，眼睁睁看着荣恒的手抬起，北燕三皇子一颗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看着荣恒的手抬起，北燕三皇子一颗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你听我说，荣恒，真的不是我杀了苏青，而是南梁的慕容雪。这个你可以问你们大夏朝的刑部尚书。就在荣恒抬起，外面跌跌撞撞奔来一个小内侍。殿下，殿下！荣恒转头，北燕三皇子大松一口气，这才发现裤子湿了，真是奇耻大辱。殿下，陛下有旨，宣布三皇子进宫。荣恒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来得这么及时，他才要下令射杀北燕三皇子，这传令的人就来了。这是陛下的圣旨。反正他也不是真的要弄死里面那个，他还不清楚苏青到底要做什么。死了北燕三皇子事小，万一引发北燕疯狂的进攻，而苏青又没有准备好，带着酒气，荣恒吐了几口，摆了摆手，整个人犹如被人吸干了精魂一样。暂且饶你狗命一条，这条命迟早拿回来给苏青陪葬。北燕三皇子这一瞬，他甚至不想从这屋里走出去，无数人将看到他狼狈的样子，看到他裤子湿了。殿下，走吧，陛下还在宫里等着您呢。荣恒酒醉的厉害，东倒西歪晃了几下，身子一转，为何要让你进宫？我要你死，要你死！带着酒气和满身秽物的臭气，荣恒挥拳咆哮，直扑北燕三皇子，吓得一旁的小内侍脸都白了。殿下，殿下冷静点，是陛下圣旨在此，殿下。荣恒奔得跌跌撞撞，被脚下一块有些翻起的青砖绊倒，砰的一声，整个人四仰八叉摔了出去。他一咕噜爬起，继续朝北燕三皇子奔去。北燕三皇子原本还担心尿湿裤子出去太丢人了，眼见荣恒失心疯似的朝他扑来，想都没想，拔脚就走。不许走，给本王拦住他！不许走！小内侍惊慌失措地挥舞着圣旨，朝那些弓弩手道：不可造次啊！陛下圣旨在此，殿下醉酒意识不清，你们可不能放肆。一面说，一面催促北燕三皇子：殿下，您快点，快点啊！北燕三皇子几乎是一路夺门而逃，离开荣恒的府邸，唯恐走慢一点被射成刺猬。他们一离开，荣恒愤怒又酒气冲天的仰天一声咆哮：苏青，你为什么要先我而去？我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不知是伤心过度还是酒精作用，一声咆哮落下，荣恒软绵绵倒地。长青飞快地翻了个白眼，忙上前去扶他。在长青将荣恒一把公主抱起之时，荣恒飞快又低声的道：大佛寺。长青有这么一个主子，他能怎么办？荣奥斯卡当然只能将他立刻送到大佛寺去哦。大佛寺里人山人海，苏青的灵堂已经设好，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。大佛寺的代理方丈主持一切，有条不紊。苏苑鼻青脸肿地立在方丈一侧。昨儿一收到苏青的死讯，皇上就让他去平阳军安抚军心，结果他还没有安抚，平阳军几个将士就跟发疯的公牛似的，冲上去把他按在地上揍了一顿。当时那些将士冲他那个场面，现在他想起来都忍不住打爹爹。那位朝臣疑惑地看了一眼鼻青脸肿的苏韵，叹了口气，朝他的肩膀拍了拍：唉，节哀顺变。苏韵，阿弥陀佛。这个时候将军的丧葬事宜全部要倚仗苏大人了。
苏大人千万要挺住，您若是晕倒了，这丧事必定大乱啊！将军在京都的位置，您也知道，一旦这里失控，那些悲痛的百姓说不定能做出什么事情来。当初西秦尚书杜之若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呀。苏远登时心头一个机灵，这一届的百姓疯狂起来实在是可怕，没有他们做不出来的事儿啊。而此时皇宫的御书房里，痛失爱将沉痛欲绝的皇上打起12分精神和北燕三皇子说话。这好端端的怎么打起来了？当时情况也是混乱，似乎是南梁的参赛队员偷了贵朝九王妃的东西，被复兴发现了。双方争执之下，当时也不知怎么几句话不合就打了起来。贵朝九王妃有孕在身，被慕容雪得了机会，才酿成惨祸。这个是贵朝的边防图和贵朝岳贵妃的东西。他母妃的东西怎么会在大夏朝皇帝的手中？陛下何意啊？朕只有云霞这么一个嫡公主，朕不希望她有任何事。云霞刺杀燕王，皇上是知道的。陛下多虑了，燕王受伤纯属意外，起码本王看到的是如此，但是本王不确定是不是旁人也是这般看到。这份东西你不妨先看看，看过了再说旁人的也不迟。边防图的确是他北燕的边防图，不过这东西苏青信手都能画出。这边防图并非出自苏青之手，更不是出自于我朝任何一个人的笔，这是你北燕的原版。北燕三皇子闻言面色大惊，从未想过北燕边防图的原版竟然在大夏朝。据闻这边防图的边缘之所以残破，是因为岳贵妃在将这边防图送出之时，贵国皇帝突然临驾他寝宫，慌乱之下他不慎将这边防图擦到了深色烛火。你胡说！这是北燕原版边防图，大夏朝皇帝的意思是他母妃叛国。朕有何理由骗你啊？你若是不信朕的话，你看看那封信，这字迹你应该是不陌生。大夏朝与南梁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这平阳侯势必要率领平阳军大肆进攻南梁。然而朕也不瞒你，云王犯错被朕斩杀，赤云军群龙无首，战斗力低下。如果平阳军与南梁焦灼，那么这个时候西秦再趁机扑进的话，大夏朝无力抵抗。陛下与我说这些是何意啊？朕希望如果西秦扑进大夏朝的话，北燕可以出兵西秦。哼，战事劳民伤财，北燕何必多此一举呢？北燕的皇帝跟朝臣必定也是这般想，所以朕才寻了三皇子你呀。哼，陛下是在威胁小王。威胁谈不上，不过硬要给这种行为找一个词语来形容，似乎威胁最合适。皇上则淡淡的笑了笑。朕若是将此物送回北燕，三皇子的地位怕是难保啊。北燕三皇子噌的起身，浑身带着肃杀怒气。御书房里顿时有隐藏在暗处的带刀侍卫。朕只想保住大夏朝的安危，况且这买卖你不赔，西秦未必真的要出兵。好，本王应诺。朕吃着药不便饮酒，以茶代酒，我们合作愉快。北燕三皇子却是起身拂袖离开。哎呀，真太难了，要在苏韵面前做戏，还要在北燕三皇子面前做戏，朕真是太难了。一扫面上哀痛疲倦，皇上的嘴角带着老奸巨猾的笑。本王回国是与你们的皇帝陛下说定了的，难道刑部尚书大人的权力已经超越了你们的皇帝？刑部尚书脸色微变，眼底泛着惊骇意外，这种反应让北燕三皇子很满意。是不是陛下亲自允许？这个本官要进宫核实，若果真是陛下允许，本官绝不阻拦。但是本官绝不相信陛下会让殿下您离开。陛下有多看重我们九王妃，本官是一清二楚。薄凉的目光注视着北燕三皇子。照顾好三皇子殿下，本官回来之前可不许三皇子殿下
有任何的闪失。你放肆！刑部尚书只当什么都没有听到，走得大步流星。西秦领队朝着北燕三皇子身侧一立，义愤填膺，却又轻描淡写道：太过分了。北燕三皇子转头去看他，西秦领队就道：不过他们如此，不也正说明苏青是真的死了，正如你我所期盼的那样？那也要看看这刑部尚书是不是真的进宫询问去了，别做戏才好。殿下放心，西秦已经有人跟上了。怎么，殿下当真是要回北燕，还是诈他而已？西蜀领队就插话道：殿下今日去九皇子府中，收获如何呀？其他几个国的领队也朝北燕三皇子看去，然而目光才落到北燕三皇子脸上，绿了又黑了。众人什么味儿？北燕三皇子的脸梳得更绿更黑。怎么？难道发生了什么意外？哎，殿下，您这头发上弄的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北燕三皇子整个人都在愤怒的颤抖。有什么意外？苏青一死，九皇子喝得一滩烂醉，一个醉鬼能有什么意外？娘的，裤子还没换呢，身上还有荣恒吐出来的秽物，他居然给忘了。这厢北燕三皇子一遍一遍地清洗自己的头发与身体，内厢其他参赛国的领队聚到一起。这也太奇怪了，我怎么觉得北燕三皇子从宫里出来之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说话也奇怪，做事也奇怪。是啊，感觉刚刚北燕三皇子与刑部尚书说话，像是故意让我们听的。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们西蜀已经和大夏朝联盟了，我要离间你们。你怎么也这么说？哎，我怎么觉得北燕似乎背着我们和大夏朝达成了什么约定？约定什么的不敢说，可你们注意到没？刚刚北燕三皇子身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，他今儿只是去九殿下府邸和进宫而已，若只是说话，怎么会有那种味儿？是啊，什么都不知道之前，我们不能恶意揣测同盟。我先去试探他一下吧，诸位稍安勿躁。南梁的燕王估计这次凶多吉少，哎，是啊，咱们还没有动作什么，就牺牲这么大，这算不算是出师不利啊？也不知道苏青是真死假死，反正燕王应该是活的机会不大了。要是苏青是诈死，估计这次大夏朝是早有准备，只怕咱们的联盟也未必就能达到瓜分蚕食大夏朝的效果，说不定要被人家给蚕食了呀。所以其实你们也收过家乡的消息吗？江兆尹一脸惆怅地看着杜之若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我们官方都不抓你，你居然被几个庄稼汉给抓了。你不是西秦数一数二的高手吗？你的武功去哪儿了？你虽然是个配角，但是这也太惨了吧！你的武功该不会是西秦特意给你加的尚书光环吧？杜之若躺在地上，迎上京兆尹的目光，内心是崩溃的。这些山匪出场的时候，每次都自带背景音乐，鞭炮噼里啪啦一顿响，他就控制不住的想要双腿夹紧，连迈开一步都是问题，还怎么使用功夫？几位且歇稍后，府里备下了薄酒，各位啊，且先垫着肚子，一路劳法，想必累了。容本官将此事向上回禀一番，再做定夺。为首的壮汉就道：薄酒就不必了，我们来一趟也不容易，劳烦大人把薄酒折算成银子吧。京兆尹这话说的这么出口成章，你们真的是庄稼汉吗？怎么本官听着像是山匪呢？我们地里的农活还没干完呢，大人快点，我们拿了银子回去给孩子买糖吃。京兆尹，再苦不能苦孩子，再穷不能穷教育，这是陛下接任早朝才说的。行吧，既然你们都赶着回去做农活，本官也就不耽误各位了。大人，这也太多了，一点心意，这是一套完整的启蒙读物，本官也不知道你们孩子多大了啊，所以本官备了3套书，这3套书啊，从启蒙到后期科考基本都包含了。孩子若是有这方面的天赋啊，一定不要让孩子辍学啊。山匪一个个目瞪口呆，不是银票啊，书，启蒙科考。如今陛下着重办学，京都还准备成立女子学院呢，免费入学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。家里若是有适龄的姑娘，也希望你们不要重男轻女，女孩子也能有大作为嘛。啊，比如咱们的九王妃。这读书的具体事宜嘛，你们可以去书院那边打听一下，位置就是原先的定国公府，距离此处不算远啊。来，银票不多，也是朝廷的一点心意，你们为国着想，国家也不会让你们白出力。这点银子呀，你们拿着吧。直到从京兆尹府邸离开，几个山匪都是懵的，他们是打家劫舍的山匪呀，要书干啥？要笔墨纸砚干啥？不会写字呀。可今儿见了京兆尹这位官老爷和他们印象中的官老爷
不大一样。他说的那些话居然就在他们心里落下了痕迹。官爷，这孩子来这里念书真的是免费的吗？那么多孩子都免费，这里放得下吗？一个官员就道：目前就这一处院校是免费的，也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进来。入学的孩子必须是平民出身，并且有学习的欲望和吃苦的精神，如果没有，我们也会遣送回去的。所有平民的孩子都能来吗？要是家里有人犯案入狱呢？可以，只要孩子没有入狱，就说明这案子牵扯不到孩子，不影响孩子接受教育的权利。那要是他父母是山匪大盗呢？前一阵子平阳军招安了一群悍匪，这件事不知几位听说没有？听说了。你看，连悍匪都能参军，他的孩子凭什么不能接受教育？我们这里的宗旨很明确，为老百姓办学，办老百姓的学，只要孩子肯努力，愿意学，不论出身的。另外，等明年春天，陛下可能要办一所军校，专门接收那些愿意参军的有志青年。我看你们就很适合那里啊。如果各位对参军有兴趣的话，不妨等到明年春天，大约3、4月份的样子，再进京询问，说不定可以加入平阳军。我听说，平阳军的将军都死了，平阳军的军魂永远都在。面前的几个山匪不由得愣住了，周围又来了几个询问书院的百姓。大哥，咱们现在咋办？什么咋办啊？咱们当然是回去继续做咱们的行当啊！我和大哥有想法，大哥要是能参军，我觉得也挺好。以前咱们是不敢，现在朝廷政策宽松，未必咱们就不能干出一番大事业。别人一腔热血保家卫国，咱们一腔热血同样是刀尽舔血的日子，人家是名留青史，咱们就是臭水沟的老鼠啊！我听说平阳军的家属每年能领到非常多的补贴，有的是朝廷给的，有的就是平阳军的将领自己发的。是啊，人家刀尽舔血，哪来的钱比咱们抢来的还多？可惜苏青死了。我打算明年开春参军，你们呢？咱们去，人家能要吗？参军了就回不了家了。是啊，我娘肯定要想我。参军之前，我准备给自己捞个功劳。听说苏青是被南梁的人给杀死的，如果我能把杀死苏青的人给宰了，我再参军，那就算是平阳军的恩人。大哥，你这个想法好。对，不愧是大哥。所以我不回咱们山头了，你们愿意跟着我去的，现在就跟着我走；不愿意跟着我去的，现在就带着这些东西回去，日后谋生自行做主。御书房里，京兆尹立在桌案前。这么说，你把杜之若留下了？送他来的人说，找朝阳街的大爷大妈辨认过，臣不得不留啊。他费尽心机让杜之若潜逃离京，现在人又被热心的百姓送回来了，天意吗？随便找2个人将他押解回西秦吧，让那2个人路上机灵点，别让人家寻机要了他们的命。臣这就去办。正说话，门外一个小内侍道：陛下，兵部尚书求见。兵部尚书这个时候不是在大佛寺参加苏青的葬礼吗？怎么过来了？难道是恒儿又被人揭穿了？好好的安排，一切都天衣无缝。要是因为荣恒一个孕吐被人揭穿了，那可真是……好在那孩子遗传了朕的聪慧，回去就装醉了，而朕派去他府邸的内侍又及时抵达。现在兵部尚书怎么又来了？让他进来。陛下，边关急报！陛下，边关急报！西秦突然大军压境，看样子怕是要进攻了。一个窃笑从苏韵的心底蔓延开，他面上维持着最大的惊慌沉重。西秦怎么会突然大军压境？西秦的参赛队还……兵部尚书转头看苏韵，一定是九王妃突然亡故的消息传了过去。西秦认定此刻平阳军是一盘散沙。蠢货，分明是齐王殿下和西秦合谋，你们居然认为是苏青亡故引起的。不过也不怪你们蠢，你们的猜测也算是合情合理。苏青的死还真是时候呀，居然给齐王做了一个完美的遮掩。平阳军眼下状态如何？陛下，并不好，九王妃遇刺身亡，整个平阳军几近癫狂。就在昨日，苏大人前去安抚，还被平阳军给……对于苏韵被揍
皇上已经知道了。从你看来，他们的战斗力如何？如果是去征战南梁，战斗力绝对一流。整个平阳军此时此刻都弥漫着一个气息，就是要给九王妃报仇。可若让他们去征战西秦，臣只怕这些将士完全心不在焉，他们满脑子都是九王妃的深仇大恨。那岂不是就要战败？苏运心头笑了笑。那个邢副将，九王妃之所以遇刺，就是因为邢副将在关键时候的奇怪举动。九王妃遇刺当天，邢副将就被当时参赛的平阳军狠揍一顿，丢入山林了。平阳军军营中，除了邢副将，还有谁更有危险些？福星，如果福星在的话，他一定能让军心收敛。福星去给苏兴报仇了，压根找不着人，目前处于失联状态。就没有人了？平阳军数10万大军，就选拔不出一个像样的将领吗？选拔自然是选拔得出，只是事出突然，西秦就来得太迅速，时间上来不及呀。越是突出的将领，对九王妃的感情越深，一时间根本无法说服他们。对了，九王妃在与九殿下成亲之后，曾经从军中调了2人去九殿下的府邸，暂时替九王妃打理府中庶务，一个叫薛天，一个叫胡一为，这2人兴许可以用。去传。福公公得令，立刻执行。时间一滴一滴的消失，不过多久，福公公折返回来。陛下，九殿下府中的人说，早在几日前，薛天和胡一为就不在府中了。不在是什么意思啊？听府中新管事说，好像是九王妃在比赛之前曾给薛天下了一道指令，让薛天带他去小五台山求子，希望这一胎能怀一个男胎。皇上，这种话都编得出来，兵部尚书，咱们不是给苏运演戏吗？你居然编出了这种话，你不怕九王妃回来以后揍你啊？福公公，你们以为我愿意吗？府里就是这么说的。苏运，苏青那个蠢货，这个时候居然派人替他去求神拜佛的求子，活该死了后事无人处理，岂有此理！陛下，此时若是派人去小五台山找薛天和胡一为，怕是已经来不及了。西秦大军压境，我们必须立刻出征才行。就不知道西秦何时动手，一旦他们此时已经动手，只怕我们日夜兼程赶去，也损失惨重。朕记得西山温泉行宫住着一个叫做杨子令的，当时他带伤回京，朕让他去那里休养。陛下，杨子令在军中地位不低，可是他从未独自带过兵。此时此刻，朕要的是平阳军立刻开拔，除了杨子令，还有其他人能用吗？先就他了，让他立刻来见朕。陛下三思。三思？朕有时间三思吗？西秦已经大军压境，你让朕三思，朕怎么三思？难道朕三思了，你们就能再变一个苏青出来？兵部尚书哑口无言，还不快去！兵部尚书连忙抱拳领命，御书房里唯有皇上、福公公和苏运。有件事，朕必须要和你说。臣为陛下肝脑涂地。你苏家满门忠烈，从你父亲到你兄长，再到苏青，全都是大夏朝铁骨铮铮的将军。放眼满朝，如今朕能信得过的，也就只有你了。臣单凭陛下吩咐。苏青被南梁慕容雪刺杀，此事已经传到了南梁边境。苏澈愤怒之下，必定要竭尽全力，疯狂地进攻南梁。按照平阳军的一贯行事风格，此次的战役只怕历时颇久啊。苏运点点头。杨子令带兵出征，抵抗西秦大军，朕这手里就再也没有能用的兵了。苏运只觉得一颗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。陛下怎会无人可用呢？不是还有赤云军和西北的……赤云军朕还能放心用吗？这些个将士，他们第一忠心的是他们的将领，第二才是朝廷，才是朕。云王是怎么死的？赤云军怎么会甘愿的听朕调度？朕要驯服赤云军，只怕至少要3年5载啊！他们怎么敢呢？陛下圣旨一出，他们不敢抗旨的呀。至于西北的兵，远水解不了近渴的，而且西北的兵因为地域原因，完全适应不了西秦的气候，就算是远程奔赴去了，也是枉然。算了，不提这些。朕留下你啊，是想告诉你，一旦平阳军开拔，势必会有人在京都作乱。苏运猛地心头一跳，警惕地朝皇上看去。陛下英明仁厚，怎会有人在作乱呢？陛下多心了。朕的
长子弑君杀父，谋图篡位，并且至今都未抓捕归案。这次平阳君离开，他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。苏韵张了张嘴，朕留下你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从今日起，你全权接管禁军，给朕守好皇宫，不许发生任何的意外。因这苏青出事，皇后跟惠妃双双病倒，这后宫也是一片凄惨呐。难怪苏青死，没有听到惠妃和皇后那边有什么动静，原来是病了。十里铺，西秦领队和齐王面对面的隔桌而坐。如今西秦已经大军压境，如果北燕倒戈相向，那么他或许选择西秦，或者选择南梁。苏青一死，苏澈疯狂地报复南梁。若北燕再进攻南梁，南梁只怕不保，到时候我们所谓的6国联盟就只剩下你我联盟了。去着齐王的神色，殿下要早做决断才好。北燕不会背叛我们的同盟，不会，种种迹象表明他会。如果不会，三皇子为何不告而别？这就是关键。如果他告别了，或许他会背叛，可他不告而别，不就正说明他心头不虚吗？本王这位皇兄，本王最是清楚，他最擅长的便是玩弄人心权术，故意让北燕三皇子进宫，再故意引诱他离开，为的应该就是让我们彼此猜疑。可贵朝的皇帝他并不知道我们的联盟啊，如果知道，他怎么还会任由我们住在行馆？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何来离间一说？本王一直在想，皇上他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在将计就计的密谋什么？您既是有这个怀疑，为何还不赶紧动手？尚未到时候。什么时候才是时候？殿下，苏韵来了。兴许现在就是时候了。殿下，西秦大军压境的消息就在刚才传到了宫里。西秦领队眼底泛着热光，消息总算是传来了。苏青一死，这下看皇上派谁带兵？派了谁带兵？杨子令这个人，臣从未听说过呀。说是在军中颇有威望，不过地位远不及福星和邢副将。然而福星去给苏青报仇，此时已经不知踪迹了。邢副将又背叛了平阳军，被扔到了荒郊野岭。皇上无人可用呢。怎么，殿下知道这个杨子令？杨子令，苏青在军中的密友。苏青南征北战，所向披靡，可他这一身本事不是苏澈带出来的，是杨子令带他摸爬滚打练出来。苏青当初入军营是从小兵做起，这个杨子令就是他的长官。苏韵瞠目结舌，臣居然都不知道呀！苏青还有这样的朋友，只知道他的朋友都是酒肉朋友啊。你能知道什么？杨子令这个人不可小觑，你们西秦大军只是压境示威，给朝廷压力，可这个杨子令却是真的要进攻，到时候你们可要做好准备。谁说西秦只是示威了？平阳军何时出发？臣从宫里出来，杨子令恰好抵达宫门口，应该是陛下吩咐完就开拔了。你们准备的人手可是随时可用？随时可用，只是北燕那边不好说。北燕三皇子回国，他留下的人未必能用，殿下还要慎重。殿下，兴许用不着那么麻烦呀。陛下将禁军全权交给臣来统领，到时候臣只要将城门打开，如此我们的人就可以直接冲进去了。事情未必如我们想的那么简单，且先试探一二吧。如何试探？西秦大军压境，消息既然已经传递进宫，那这个时候你们也该进宫表态。殿下的意思，此时就是到了最佳时机，且先试探着看看吧。什么叫试探？应该说我们的行动就此开始。真的一切都这么顺利吗？殿下，陛下此时内心若烈火焚烧。苏青被南梁慕容雪刺杀，苏澈发疯一样要给他报仇，压根儿不听陛下的调度。没了苏青，京都这边的平阳军又无人可用。皇上的膝下一共就那么几个皇子，苏青一死，9皇子烂醉如泥，陛下心焦着呢。你的意思是本王多心了？殿下谨慎是应该的，只是这次殿下真是多虑了。陛下那心焦，臣能体会到。就这么短短的几天，陛下就昏倒了2次，心焦得很呐，身体垮了也是真的。他扛不住太大的压力啊！一旦6国合力给陛下施加压力，凭着陛下现在的身体，必定扛不住。到时候暴毙也是难免的。如果陛下暴毙，就要选继承人了。4皇子被软禁，5皇子进了山里，9皇子又烂醉如泥，正是大皇子的好时机啊！齐王抬头看苏韵，这个时候，陛下的身世若是再被揭露出来，那大皇子殿下
便能顺理成章的登基了。齐王只觉得不可思议，可苏运的话似乎又道理通顺。这么简单？殿下，陛下现在真的没有您想的那么厉害。苏青的死对他的打击太大了。容本王再想想，也且先看看西秦领队进攻的动静。你先回去吧，他那里还需要你配合。苏运点头领命，转身离开。父王，圣女可是回来了？没有吗？父王，苏青的尸体已经被运到大佛寺，圣女不是去取圣体吗？她现在在哪？圣体就在苏青体内呀，要取圣体，圣女就该在大佛寺呀。齐王看着大皇子，你想说什么？父王派去保护圣女的2个人被送回来了。父王，能直击咽喉，一击毙命，还让他们这样的高手没有分毫反击余地。这出手的人除了庶人，儿臣想不到其他。齐王眼底骤然阴云翻滚，应该是圣女自己动手的吧？所以父王，那个圣女到底什么意思？她不是和我们一起的吗？怎么做出这种事？不可能，不可能是圣女下的手。圣女的巫蛊之术，父王是知道的。如果不是圣女下手，那么还有谁能把他们2个这么杀了？圣女难道不知道保护阻止吗？尸体从哪儿找到的？就在刚才，被人用板车推来，送到了门口。送到门口？什么人？门口的看守只说是个农家汉推着干柴过来，截至门口不远处停着休息。后来那农家汉去解手方便，就没有再回来。他们觉得奇怪，过去看着车，在干草底下发现了他们。如果是圣女杀人，她有必要把人送回，这样不就给她自己增加嫌疑吗？不是圣女，或许圣女也猜到了父王会这样想，所以才会如此做。她可是圣女，蛊惑人心最为拿手。如果苏青是诈死，那么苏青为何要诈死？齐王却猜不到。圣女说苏青体内有圣体，圣体中含着蛊王，蛊王的力量可比圣女所掌控的巫蛊之术厉害多了。真的是苏青出手吗？苏青真的没有死吗？他是诈死，他到底要做什么？齐王只觉得全身寒凉。纵然圣女与我们为敌，目前也不会掀起太大的风浪。6国联盟已经准备进攻了，苏运会在宫里接应他们。父王，儿臣需要做什么？等待。对了，父王，有一件事儿臣忘记说了。什么？我们的人和云王取得了联系，云王果然还活着。云王如何说？云王被关在密室之中，看守得很紧，并未和云王说上话，只是确定他还活着。我知道了，你去做事吧。云王还活着，等荣瑞登基，这就是荣瑞的嫡系部队。大皇子带人将尸体带走，尸体大睁着眼，眼中带着死不瞑目。而此刻让他们死不瞑目的人，正坐在大佛寺后山的林子里，抱着一只鸡烤野鸡吃。丫丫，这鸡腿熟了，你要不要来一条？丫丫低头看了眼那鸡腿，一脸嫌弃的将头转到一旁。福星翻了个白眼，你的胃口越来越刁了，居然连鸡腿都不吃，你想吃什么？丫丫目光炯炯的望着面前树上绑着的人，圣女。福星咬了一口鸡腿，顺着丫丫的目光看过去，不由得眼角一抽，立刻一脸悚然道：你想吃它？不行不行，吃了它你会闹肚子的。圣女被绑在树上，圣女愤怒之下只想哭，她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啥，就被一鸡一人给绑。而且诡异的是，面前这个人体内明明没有圣体，可他的巫蛊之术对这个人竟然不起作用。咬牙切齿地看着福星，小爷我看你貌美如花啊。福星油乎乎的大手将圣女躲开的脸扳了回来。妞儿朝哪儿躲？难道小爷我不够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与世无双？圣女这是什么神经病？小爷我不稀罕，小爷稀罕你。哼哼哼，放了你也行啊。那你回答我几个问题，你冒充僧人混到苏青的灵前，意欲为何呀？圣女不说话，恨恨地瞪着福星，嘴里默念咒语。她这样的愤怒若是平常，只要念起咒语，必定涌出无数王虫供她使唤。可现在她一遍一遍的默念咒语，却一只虫子都没有出现。她的咒语对面前这个不男不女的人不起作用。怎么会不起作用？这普天之下，她的咒语唯一不起作用的就只能是苏青。而且面前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不说什么，那老子给你玩点高级的。丫丫，水。福星雨落，圣女就眼睁睁地看着那只蠢鸡用脖子挎了一只小水桶，一扭一扭的朝他走过来。这种鸡真的是鸡吗？丫丫用脖子将水桶拖来，放在福星的脚边，一脸幸灾乐祸的朝水桶旁一蹲，然后仰头看圣女，坐等。圣女这只鸡还有表情，他疯了吧？福星朝着圣女的肚子一拳打了过去，圣女吃痛，顿时发出闷声惨叫，然而嘴巴让油蜡纸糊住了，声音只能闷闷地发出来，憋得他更难受了。朝着圣女嘴上再糊一层，糊完又是一拳朝她肚子砸过去。猜到了，很聪明嘛。不过晚了，刚刚我给过你机会的。
雨落，一拳朝着圣女肚中又砸了过去。圣女肚子翻江倒海，圣女想吐，可她不敢吐。福星无动于衷，哼着小调，一张一张给她糊，一拳一拳朝她肚子上怼。终于20张油蜡纸糊完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圣女惊恐地喘着粗气。催吐药，哼，是个好东西吧？然而她全身被绑在一棵树上，往哪里躲？催吐药的气味丝丝缕缕钻进鼻子，圣女胃里翻江倒海，实在忍不住哇的吐了出来。然而销魂吗？圣女连死的心都有了。她活了50多岁，头一回遭受这样的侮辱。早年被云王玷污，她都没有觉得像此刻这样难忍。你是选择说实话，还是选择再来一次？我手里好玩的可不止这一个，要不要都试试？包你满意。你想问什么？你来大佛寺接近苏青的尸体，什么目的？苏青体内有苗疆圣体，我来取回。圣体？这么说你是黑苗的人喽？圣女点点头。你和容嬷嬷是什么关系啊？容嬷嬷是我的下属。下属？容嬷嬷的蛊术了得，一念咒语就能召唤出许多虫子。她既然是你的下属，你应该比她更厉害才对啊！为什么刚刚我杀你同伴的时候，你无动于衷？你哪只眼看到我无动于衷了？你没看到我一直在念咒语吗？咒语不起作用，我能怎么办？我能骂娘吗？还有，你既然是容嬷嬷的主子，那你为什么不对我用咒语啊？你以为我不想吗？天知道为什么我的咒语不起作用。除了咒语，我又不会武功，我能怎么办？我使用了咒语，但是不知为何没起作用。你的意思是你对我用了咒语，但是你的咒语没有咒到我。看着面前这个不男不女的变态笑容，圣女有些想吐血。福星摸着小下巴，有点意思。苗疆的蛊术居然对他无效，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你来偷圣体是何目的？只有得到圣体，我苗疆一族才能真正的延续下去，会让能继续存活下去。福星瞠目结舌，你居然是苗疆的圣女？你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我记得早些年我们侯爷率军攻打苗疆的时候，你就是20出头的年纪，怎么这些年都过去了，你还是20出头的样子？该不会你和云王妃一样是虫子做的吧？真恶心！福星一边说一边嫌弃的朝后退了退。圣女，你才是虫子做的，你全家都是虫子做的。什么时候放了我？福星暴毙嘿嘿的笑，嘿嘿。我没说要放了你啊！圣女噌的抬起头，朝福星怒目看去。我的确是没说要放了你，我只说你要是不老实交代，我就让你再销魂一次。放了我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给你。福星摸了摸下巴，你先说说，你当年为什么没死？我是苗疆的圣女，岂会轻易被杀死？当年平阳侯杀死的不过是我的替身。替身？够高级的呀！那现在是替身你，还是真的你？你放了我，我保证你一辈子的荣华富贵。圣女没有回答福星的问题，而是开口引诱他，只是嘴里的污秽之物的气味实在难闻。圣女说的有些痛苦。放了你是不太可能的，毕竟我的身份很特殊，我叫福星，你估计听说过。苏青的随从福星？齐王不是说福星去追慕容雪给苏青报仇了吗？怎么在这里？只要你放了我，我愿意帮助你们抓到齐王。我知道齐王在哪里，并且齐王非常的相信我。我只想活着，你放了我，你要的我都给你，不论什么。但是我对抓住齐王没什么太大的兴趣，你还有别的可以和我交换的吗？齐王要造反，你怎么会对抓齐王没有兴趣呢？这江山又不姓福，我家主子也死了，我为什么要对抓住齐王有兴趣？这不对呀！京都的老百姓都比你觉悟高，比你爱国好吗？抓住齐王，你就能立一大功，说不定平阳军副帅的位置就是你的了，你怎么能没兴趣呢？福星还是摇摇头，没兴趣。你再想想，你还有别的能和我交换的没？要是实在没有，我就动手了，毕竟时间宝贵。圣女眼看着福星从小腿处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，心头哆嗦了一下。她堂堂苗疆圣女，难道就这么屈辱的没有尊严的死了？她还有什么可交换？想好了吗？话音儿才落，背后传来脚步声。福星回头一看，就见长青大一步小一步，一路奔了过来。殿下，让我来看看这边情况，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。抓住条大鱼，这家伙居然是苗疆圣女。长青眼角一抽，圣女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是啊，我也就说是，圣女早就死了。长青看了圣女一眼，这假扮的也太不专业了吧！就算是假扮，算年龄，圣女现在也该有40-50岁了，她怎么才20多岁？一看就是假的。我真的是圣女？那你表演一个咒语我看看。如果咒语管用，她用得着表演吗？你们这样的蠢物早就被我的王虫啃食干净了好吗？深吸一口气，王虫召唤术再次念起。然而大地没有一丝变化，没有一只虫子。长青一脸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，
朝福星道：“快点吧，殿下找你还有事儿，就别和这个假冒伪劣浪费时间了。”行吧。说着，手里拿着匕首，朝着圣女走去。圣女惊恐的全身发软：“别杀我，我真的是圣女，我可以告诉你好多齐王的秘密，还有苗疆的秘密，我能帮助你们攻击齐王。然而有温热的液体流到胸前，她苗疆圣女就这么死了。大佛寺后山的林子里响起圣女一声凄惨的尖叫，叫声凄厉绝望。你怎么这么残忍，直接就把人杀了？留着过年吗？你家庄上缺肉啊？好歹一条人命啊！她是苗疆圣女，她要杀我家主子，我留着她就等于是祸害我家主子。这种东西不斩立决那就是蠢，对自己最大的残忍就是放敌人一条生路。说完，福星弯腰抱起丫丫，抬脚下山。不是，你就是杀也要等我家殿下问完话呀，万一殿下还有什么要问的。你不是催我痛快点吗？怎么现在又说这种马后炮的话？既然殿下有问的，你刚刚怎么不拦住我？我不是没反应过来吗？我哪想到你手起刀落，直接把人家给解决了。我以为你就是吓唬吓唬他，然后把他打晕。你是第一天认识我福星吗？我福星是那种随便吓唬人的人吗？你是不随便吓唬人，你只随便要人命。圣女，我还没死透，我还能听到好吗？你们明明知道我就是圣女，为什么刚刚要说我是假的？戏弄我吗？好玩吗？就为了找个理由动手吗？好，既然你们那个什么殿下有话要问我，你为什么就这么杀了我？我还有价值的好吗？我是那种随随便便就该死的人吗？我是苗疆圣女，圣女。荣恒正负手立在院中一棵桂树下，听到脚步声，豁地转头，满面的沧桑焦灼，朝福星看过去。福星上前几步，一个行礼：“殿下放心，我家主子安好无恙。”听到这句话，荣恒悬在心口那口气终是缓下。那他现在？主子并未受伤，此刻正在奔赴战场的路上。小的回来也是为了与平阳军此时的主帅杨子令会合。主子让小的给殿下捎句话。荣恒听到苏青没有受伤，那悬着的心也彻底落下了。那个死女人，炸得他连魂儿差点都丢了。炸死就炸死，好歹提前通知一声啊！什么话？主子说燕雀处帷幄，良人方归来。主子让殿下保重身体，待他凯旋，殿下能十里迎接。荣恒立在那儿，忽然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他的女人在外征战，金戈铁马，刀枪无眼。他的男人躲在寺院里晕吐得昏天黑地，这叫什么事儿？是人做的事儿吗？是谁写的文章？闭了闭眼，荣恒将自己的心头难过的眼泪憋了回去。要是再哭出来，那就更不是个事儿了。然而才一闭眼，嘴巴哇的就张开，胃里一个翻腾，他转身扶着身侧的桂树开始吐。长青心疼的立在荣恒身侧，轻轻替他拍背。他家王妃在打仗，他家殿下在孕吐，是个男人心里也不好受啊。荣恒有气无力的站起身。他要打很久的仗吗？很久。多久？福星偏头，小白眼上翻45度，想了一瞬，这个小的也不知道。不过殿下放心，主子是大佛寺的祥瑞，定能逢凶化吉。小的还有军务，就不多留了。对了，忘记回禀殿下了，刚刚小的抓出去那个女的是苗疆圣女，她说主子体内有什么圣体，她是来偷的，已经被小的解决了。说完，福星又行了一个礼，离开。你们是征战哪里？军事机密，殿下恕罪。他一走，圣女并未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事儿，不过一点很是奇怪。什么事啊？圣女说她知道齐王在哪里，她说她能帮着抓到齐王，但是福星还是把他杀了，足以证明福星或者就是咱家王妃对于抓捕齐王并无兴趣。父皇与苏青联手演了这么一出大戏，苏青炸死，所有的人都以为苏青死了，苏青却偷摸的奔赴战场。他为什么要偷偷的奔赴战场？为什么要炸死？现在连抓捕齐王这种事儿都已经不放在心上，足以见得要么就是齐王已经不重要，要么就是他眼前的事比齐王更重要。对了，其实圣女为何方才在灵堂福星动手的时候，圣女不用蛊术阻拦？福星试了很多次，圣女的蛊术对他没什么用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只要福星在，圣女就蛊术失效。失效？方才在灵堂，圣女其实是用了蛊术，只是失败了。后来被福星抓到后山去，她依然用了蛊术，但是依然失败。她真的是圣女？圣女的蛊术会失效？当初容嬷嬷都是召唤出虫子的，她难道还不如容嬷嬷？福星说她应该就是真的圣女，但福星没告诉我她为什么这么觉得，所以奴才也不知道。同样是随从，你看看你，你看看人家不说你就不知道。同样是主子，你看看你，你看看人家王妃
不说，你都不知道王妃在干嘛。荣恒豁得起身，抬手在长青脑袋上拍了一巴掌。放肆！奴才说什么了？你跟了我10几年，你什么眼神？以为我看不懂吗？荣恒胃了一个翻滚，哇的转头去吐了。哎，天道有轮回啊！一波孕吐结束。可怜的，已经和福星说过话了。想必殿下已经知道王妃无碍，只不过碍于王妃的计划，还要殿下再辛苦数日，整日以酒为伴了。这毕竟是丧妻之痛嘛，几百坛子酒也消不得愁啊。佛门清净之地，酒肉不合适吧？这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嘛。再说呀，老衲已经对外宣称，这是殿下您以命为胁，逼老衲给您准备的。殿下放心，不影响大佛寺的清净之名，老百姓们都能理解的。能眼睛不眨的把人给杀了，杀完还眼睛不眨的念着佛号，让人把尸体给处理了，他还能说什么？大佛寺的和尚都如方丈一般吗？老和尚目光深邃，看着荣恒。人生在世，最重要的呢，就是开心啊。就是字面意思啊，殿下难道不懂啊？就是开心啊，开心。说完，两只手在胸口处比了个心。荣恒，画面有点辣眼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苏青没死？我要是回答了这个问题，殿下能更加开心吗？要是能的话，老衲就回答；要是不能的话，那这就违背了老衲的做人原则呀。老衲还是不阻拦殿下开心啦。我父皇也早就知道，是吗？都是你们安排好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老和尚一双眼睛仿佛能洞察一切似的看着荣恒。你猜这是个和尚吗？是个假的吧？你说这种话对得起你这双眼睛吗？那大师总该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就是圣女的？这些问题啊，都违背了老衲做人要开心的原则，殿下还是不要问了吧。另外啊，老衲也不会告诉殿下福星为什么会在那里，也不会告诉殿下老衲杀了人会不会对不起佛祖，毕竟啊，这些都是老衲的私事。阿弥陀佛。老和尚一转身，徒留荣恒和长青目瞪口呆的杵在那里，他还能怎么办？除了烂醉如泥，护住他还在孕吐的秘密，不让人知道苏青在诈死，他还能做什么？这是他对苏青最大的贡献。